今天我们来吃虾，这一斤虾呢，我买了45块钱。我已经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了1个小时。来把虾壳剥去，虾冻一下呢会比较好剥壳。先把脑袋掰下来，顺便把虾线抽出来。1斤虾就剥出来这么一点点肉。虾头我们也不要浪费了，挤去虾脑，清洗干净，放着备用。稍稍沥干水，虾肉拍扁，再稍微剁碎。不用剁得特别碎，留一点点颗粒，口感会更好。放起来调一下味，加入1个蛋清，1大勺淀粉，适量盐，朝一个方向搅拌上劲。搅上劲后再摔打一下，这样吃着更 Q。再起锅热油，把姜片放进来爆香。接着放入虾头，先至虾油了之后淋入开水，盖上盖，大火煮5分钟。煮好了之后打开盖，把虾头跟姜捞走。放入切成块的豆腐，再次煮开了之后呢，把虾滑挤成丸子放进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先把火调成小火，全部挤好了之后呢，就可以调大火煮开，煮到虾丸变色浮起来就熟啦。再加入1把生菜，然后调一下味，胡椒粉，适量盐，搅匀就可以开吃啦。这一锅特别鲜美的豆腐虾丸包就做好啦，营养很丰富，特别适合小朋友吃哦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今天我们用小番茄来做一个清凉解腻的小甜品。小番茄先把这蒂头摘去，再清洗干净。这款樱桃小番茄呢，在市场上是9块钱1斤，我足足跑了一整个市场才买到的。洗干净后用开水浸泡15分钟。然后我们再来准备500毫升清水，加几颗话梅。1块冰糖，这一步呢，我们为的是把话梅的酸甜味给煮出来。煮好了之后，先关火放凉。再来准备2个干净的玻璃罐。小番茄用开水烫过了之后呢，它这个表皮已经开裂，可以轻松的把表皮剥下来。剥好了之后，直接放到玻璃罐里面。把冷却的话梅水加进来。再加入雪碧，然后我们再来切几个青柠，把青柠汁挤进来，好了，这样就做好啦。我们密封起来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个晚上。冰镇了1晚上的话梅小番茄呢，吃起来特别的清爽、冰凉，酸甜又开胃。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吃哦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我是小坏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今天我们用颈椎骨来做一个好吃的。这种颈椎骨呢，它肉质特别嫩滑，怎么煮都不会柴，而且特别香。用清水浸泡30分钟，泡去血水。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来调一个料汁，清水里面加入黑胡椒粉、2勺生抽、1勺蚝油、一点点白糖，少许盐，再来少许淀粉，搅匀，放着备用。
猪颈骨烫到颜色发白就可以啦，洗出来放着沥干水。我还准备了一些配菜，洋葱、青椒、红椒，还有蒜头。接着再来准备一个平底锅，不要放油，把骨头呢先放进来。骨头先煎去表面的水分，然后再放油煎。在骨头表面呢撒上一点点盐，还有黑胡椒粉，然后翻个面，这一面呢也要撒盐跟黑胡椒粉。再来就是黑胡椒粉啦，把两面都煎到金黄，下面也再煎一下。我们给它每个面都煎一下，多翻动，煎到表面有焦斑，大概8成熟。好啦，煎到这样子就可以啦，就关火。再来准备一个砂锅，加少许油，把配菜倒进来炒香。炒香了之后，把骨头放进来。然后淋上料汁，盖上盖，调中火焖10分钟。时间到啦，开盖，撒上葱段，我们的黑椒猪颈骨就做好啦。这样做的猪颈骨呢，吃起来特别嫩滑，而且超级香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今天我们来煲一款3豆3草祛湿汤，准备黄豆、四小豆，还有梅豆，用清水浸泡20分钟。3草呢，我准备了有绵茵橙、蒲公英，还有车前草，这些在普通的药店都可以买得到。我这里买的是2次的量，每一次用20克就可以啦。用一个汤料袋装起来。把袋口扎紧，再清洗一下。用清水洗去表面的浮尘就好啦。然后我们在冷水下锅焯几块骨头，加一些料酒去腥。焯好后再用清水洗去浮沫。准备一个砂锅，把洗好的骨头放进来，再放入料包，然后是泡好的3种豆子。再来一块刮去白瓤的陈皮，1颗蜜枣，最后加入适量清水。先调大火煮开，再转小火煲9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的3豆3草汤煲好啦，把这个汤包夹出来，汤汁要给它滤干净，别浪费了。加一点盐调味就可以喝啦。这碗汤呢，虽然看起来黑乎乎的，但是喝起来口感非常不错，而且它的祛湿效果也很好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我是小坏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现在猪肉的价格终于降下来了，我今天买了个猪肘，才30块钱，相比以前来说呢，真的好便宜。我们用流动的清水给它浸泡30分钟，泡去血水。接着我们再准备半盆纯净水，加入2勺盐、2勺料酒、3勺生抽、2勺五香粉、1勺黑胡椒粉、1把姜片，然后给它搅匀。我们这个猪肘呢已经泡去血水啦，清洗干净，把水分给它挤一下，再把洗干净的猪肘放进来，放到冰箱里面腌制1个晚上。腌制1晚上的猪肘呢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挤干表面的水分，放到蒸锅上面，大火蒸1个小时。时间到啦，我们关火，打开盖，让猪肘稍微放凉，
用牙签在上面扎些小孔，扎密一点。接着在表皮刷上一层白醋，薄薄的刷一层就好啦，刷均匀。然后放着把表皮晾干，大概晾个10分钟。然后我们把烤箱提前预热230度，把猪肘放进来烤40分钟。记得我们在下面放一个烤盘，接它滴下来的油脂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的脆皮猪肘就烤好了。记得烤的过程中呢，我们给它翻一下面，让每一个面呢都受热均匀，你看烤出来就特别好看。这款烤猪肘呢，它吃起来外皮酥脆，里面咸香。看看，听听这声音，一听就很酥脆。我们来切一下。看，里面热腾腾的。随意切块就好啦，吃起来特别的酥香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一大早我在市场买了2斤沙贝，放到冰箱里面去养了半天，现在来给它搓洗一下。简单搓一下，把水倒掉，再加2勺淀粉搓洗一下。淀粉呢可以吸附掉表面的脏东西，洗得比较干净。洗多几遍，直到这个水变干净就可以啦。按下来。最近胃又不太舒服啦，今天我来炖艾根汤，艾根清洗干净放到炖盅里面，然后加入焯好水的骨头。再来适量清水，再来几颗红枣就可以上锅炖啦。隔水炖2个小时就可以啦。接着我们再来剁一些蒜蓉，最近市场上买的葱都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，这么细。准备一个平底锅，然后把沙贝立起来，这样子一个一个码好。如果你跟我一样用的是不粘锅的话呢，不要用力去刮，沙贝的硬壳会把不粘锅的涂层给它刮花的。码好了之后撒下蒜蓉，再来点黑胡椒。然后放上黄油，放在这个缝缝边上，最后淋上生抽，不用加水也不用放盐，然后调中小火，盖上盖焖到开口。时间到了，关火开盖，大概焖了3分钟，全部都开口啦，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啦。连碗都不用洗了哦，直接端上锅就行了。特别鲜美的黄油焗沙贝，有浓郁的奶香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这边的艾根汤也炖好啦，加点盐调一下味就可以喝咯。今天我们来煮一款水果茶，一个苹果，一个雪梨，我们先加一点点盐，给它搓洗干净。手稍稍打湿，然后就这样子搓，把表皮搓干净，再冲水。水果的皮呢，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可以直接吃，不用去掉。洗好了之后，给它切成小块。这个水果茶呢，它特别消脂解腻。平时如果说我们大鱼大肉吃多了，特别腻的话呢，也可以煮这个来喝。还有就是小孩子零食吃多了或者肉类吃多的话呢，它会比较积食不消化，我们也可以煮这个水果茶给他喝，这样子小孩子就不容易生病啦。切好了放到砂锅里，
再加入适量清水，再准备8个红枣，把果肉切下来，然后放到砂锅里，再加入10克山楂，1块冰糖，盖上盖，大火煮开，转中小火煮20分钟。这是小美女，这是怪兽，西瓜，切片的西瓜，太阳花。我有一点。好啦，先给我家老二盛一碗出来，放凉了就可以喝啦。这款水果茶呢，口感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喝。夏天小朋友喜欢吃饮料，我们把它拿到冰箱里面冷冻一下，又是一杯健康的饮品啦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酸酸甜甜的水果茶来啦！你画好了吗？我觉得你画这个小人很好看呢。画完了吗？啊！还会了，还不懂你改那么好看，为什么要擦掉了呢？改，你香不香吗？香，全部涂成乌漆麻黑的香。我从这外面。好啦，预备开始，喝到了没？还差一点点。哟，好快哟，很快就喝到我手指指的这个位置了，是吧？今天买了2个新鲜的鸡翅膀，还有1个鸡腿，洗干净我们来砍成小块。新鲜的鸡肉呢，我一般会买这种分开的腿或者翅膀，它没有鸡胸的部位，吃起来没那么柴。鸡肉稍微砍小块点，然后来腌制一下，加入姜片、白酒去腥、生抽、1勺蚝油、一点点盐、少许白糖提鲜，再来点胡椒粉，还有1勺淀粉，抓拌均匀。抓均匀了，加入食用油锁住水分，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。接着再准备一些豆豉，用清水洗一下，还有红葱头、姜粒、蒜头。这里呢也再准备1小碗蒜头。接着准备平底锅，加少许油，油温升高了，把鸡肉放进来煎。一面煎到微微焦黄，我们就给它翻一面。然后把这1小碗蒜头放进来，接着是豆豉，煎到两面微微金黄，大概8分熟，我们给它转到砂锅，把我们刚才煎鸡肉的油呢舀到砂锅里。然后把料头放进来爆香，炒香了就把鸡肉倒进来，把鸡块摆好，然后盖上盖调中火煮3分钟，可以再淋上少许料酒，开盖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啦。我们这道香喷喷的蒜香豆豉焗鸡就做好啦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